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熊。自10月7日哈以战争爆发起，以色列方面已有510人死亡，其中的325人死于哈马斯10月7日的恐怖灾难，有9个人在被绑架的当天确定遇害，另外有176名以军战士在军事行动中阵亡。10月7日的恐怖灾难，哈比流氓共杀害1140名无辜人员。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加沙地带进行军事行动，并持续在约旦河西岸抓捕巴勒斯坦极端组织成员，共打死200多名极端组织成员，他们都是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而并非巴勒斯坦平民。1月6日，巴勒斯坦极端武装组织阿克萨烈士旅声称，他们在约旦河西岸的7个地点与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可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抓捕行动十分必要。下面再来弄清楚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以色列当局对巴勒斯坦和加沙地带的恐怖分子进行重新定义。以色列方面认为，对所有不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地位，公开宣扬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并直接或间接参与以武力袭击以色列的极端组织成员，这次痛下杀手，必将对其除恶务尽。在以色列境内和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地区，包括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控制区，都将持续进行高压打击。也就是说，以色列军队接下来将要消灭的恐怖分子，并不仅仅是哈比恐怖流氓组织的所有成员，而还包括巴勒斯坦及中东地区继续与以色列国家和犹太民族为敌的所有不安定因素中的恐怖武装分子。根据这个恐怖分子的新定义中东除了哈比流氓组织之外，还有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革命卫队，都将进入以色列下来的反恐行动的打击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视察加沙战场之时郑重表示，哈马斯不要指望以色列撤军，他们需要开始计数，直到他们在地球上的生命彻底结束。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加兰特的讲话表明，以色列剿灭加沙哈比恐怖流氓组织的行动已经进入倒计时。内塔尼亚胡总理也在1月6日重申，以色列政府已指示军队彻底消灭哈马斯，救回所有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并确保加沙永远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在以色列实现所有目标之前，战争坚决不能停止。以色列防长和总理对哈比恐怖流氓组织从未改变强硬的态度，让习惯于拉偏架求和的美帝及西方各国领导人望而却步。当然，他们的意志主要也屈从于西方圣母婊和本国善良人民的意志，因为他们支援以色列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本国人民的。布林肯再次访问中东，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表强硬声明。从另一方面讲，可以让布林肯容易拒绝其他国家讲和的要求，也可以为美的开脱助战的所谓责任。1月6日，有2名制造10月7日恐怖灾难的哈比头目被以军斩首，他们分别是哈比武装努吉拉特营的指挥官希拉杰和萨拉吉。在以军情报部门确定他们的位置后，以色列空军再实施精确斩首。以色列公民中有 25% 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使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2种语言。以色列军警和特种部队中有不少巴勒斯坦的战士，他们很容易渗透到巴勒斯坦人的社区，对伪装成平民的恐怖分子进行侦查和定位，以便以色列空军实施精准的斩首行动。同一天，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将军对媒体表示，我们已经完成对加沙地带北部哈马斯军事框架的瓦解。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现在只是零星的在北加沙地区活动，而且也没有领导者。以军当前的重点是瓦解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的哈马斯武装。这项任务尚需要一些时间，以军会采用不同的作战方式来完成对哈马斯的清剿。哈加里强调，加沙地带中部的难民营里十分的拥挤，
许多恐怖分子藏匿在人群中。加沙南部汗尤尼斯的大型城市景观之下，还潜藏着复杂的地下隧道网络。如此条件下，以军完成清剿任务尚需要时间。可是2024新年的1月3日，就在以色列清剿哈必军事行动进入倒计时时的关键时刻，伊朗却发生一起重大的恐怖事件，目前已导致数百的伊朗无辜平民伤亡。因为1月3日当天是伊朗前革命卫队大头苏莱曼尼将军的4周年忌日，也是俄乌战争正处在升级的关键时刻啊。所以大多数持不同观点的阴谋论者认为，伊朗恐怖事件的背后又是苏修和美帝操纵啊。又因为以色列剿灭中东恐怖组织的军事行动也在关键时刻，伊朗又是哈必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者，所以有的阴谋论者认为伊朗恐怖事件是以色列所为。阴谋论者的说法之所以吸引哗众，是因为他们总是把一些表面上的东西通过肤浅的理由，以自己似是而非的所谓逻辑串联起来，列个等式呈给观众，表面看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儿。但阴谋论者从来不是实事求是的从事实出发考虑问题。美帝和以色列的政府和人民有那么无聊吗？他们想要揍地球上那个恐怖流氓组织，本来就是正义的，他们也有这个实力，直接揍就是了。为什么非要多此一举，搞个爆炸恐怖袭击事件，跟伊朗那些无辜平民过不去呢？大帝也没有那么无聊，尽管大帝目前已经被泽连斯基揍得焦头烂额，但好歹伊朗是俄罗斯的一个支持者。大帝在这个时候搞那么大的一个恐怖袭击事件，得罪伊朗平民，又让伊朗政府头疼，大帝有病吗？所以说阴谋论者并无真正逻辑可言。正在地球人猜测迷茫的时候， ISIS 伊斯兰国站出来表示对这起恐怖事件负责。他们于1月4日爆炸发生了10几个小时后发表声明说，本圣战组织有2名烈士兄弟于1月3日前往伊朗南部科尔曼的苏莱曼尼墓地，在人群中引爆他们的炸药袋。不管怎么说终于有个买单的了。一开始许多人并不相信，因为 ISIS 组织很多时候很像那些脑残爱国者经常希望自己痛恨的人和组织倒霉，也经常因为自己痛恨的人和组织倒霉而毫无原则、毫无人性底线的兴高采烈。比如 ISIS 组织因为宗教派系的仇恨，也特别痛恨苏莱曼尼。4年前，苏莱曼尼被川普总统做成了清真烧烤大餐， ISIS 就是在第一时间把所有的功劳全部抢在自己的身上，直到川普总统在白宫牛逼的向全世界宣布那是老子干的， ISIS 才作罢。当时人们根本就不相信，因为 ISIS 武装组织除了那些只能屠杀平民的火箭筒和冲锋枪等常规武器之外，他们根本就没有精准而快速定位的远程空中打击能力。现在真相大白了， ISIS 才是伊朗恐怖袭击事件的真正凶手。伊朗官员精英们需要向美帝道歉吗？当然，美帝被污蔑的多了去了，道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ISIS 组织为什么要对伊朗的苏粉发动恐怖袭击。说起来，这和美帝无关，也和大帝无关，而是中东教派千年恩怨的延续。 ISIS 组织信仰的是逊尼派，而伊朗是什叶派。逊尼派又分为哈乃菲派、马利克派、沙菲仪派和汉白里派等4大教法学派，而什叶派也分为伊斯马仪派、斋德派等等派别。中东史其实就是这些教派的互图史，所以1月3日 ISIS 组织对伊朗发动恐怖袭击完全是行动基本盘，一点都不稀罕。 ISIS 组织之所以选择在苏莱曼尼4周年悼念活动之际发动自杀式的袭击，就是为了痛扁苏粉和鞭尸苏莱曼尼，为弥补没把苏莱曼尼亲手碎尸万段的遗憾。苏莱曼尼是伊朗对外行动的部门圣城旅的负责人，
就是伊朗负责消灭 ISIS 行动主要军事行动的指挥官。必须承认的是，苏莱曼尼对 ISIS 的打击远比美帝更成功，因为苏莱曼尼的打击行动根本不管 ISIS 恐怖分子的婴儿防弹衣和孕妇肉盾。直白的说，苏莱曼尼也是玩这个的，还能怕你们 ISIS 小儿科？所以，虽然苏莱曼尼也是不折不扣的恐怖组织头目，但辩证的说他也为反恐事业有贡献。他把 ISIS 杀得哭爹喊娘，兼鬼哭狼嚎ISIS 组织也有正之处，他的发言人曾大骂伊朗是美帝在中东养的一条走狗，但也只是打打嘴炮。前面说过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做掉行踪保密的苏莱曼尼。但是苏莱曼尼虽然是美帝和 ISIS 组织的共同敌人，但美帝绝不可能与个恐怖的流氓组织沆瀣一气，结成把子兄弟。美帝不仅把苏莱曼尼做成了清真大烧烤，并且还把 ISIS 组织的首脑巴格达迪也搅成了肉馅儿。更让 ISIS 组织如丧考妣的是川普总统在用血滴子绞杀巴格达迪之后还公开羞辱他死得像条狗，之后又在全球直播中给受伤的军犬授勋。美帝之所以对 ISIS 组织恨之入骨，是因为ISIS 不仅残忍直播斩首美帝记者，还他妈的虐杀世界各国人质包括我们的。恐怖其实也分等级地球人可以粉伊，也可以粉塔，但绝不可以粉 ISIS， 因为这个组织和哈比一样，兽性未泯兼人性丧尽所以美帝对 ISIS 组织的敌意远远超过只会打口炮的伊朗。白宫已强烈的谴责本次恐怖袭击，并暗示不排除军事行动。那么伊朗要不要联手美帝为死伤的几百无辜平民复仇？可能想多了伊朗不可能与美帝联手反恐 ISIS， 因为此时此刻美帝正在中东混合双打胡塞武装、哈比流氓组织，这两个恐怖组织就是伊朗的两条狗。但伊朗并不是全球最恨美帝的国家，而与美军打了20年的阿富汗才是。但现实是，过去的几年中美帝都在誓死的保卫阿富汗，并联手塔利班打击 ISIS 组织在阿富汗的分支机构 ISK。 塔利班与 ISIS 组织都是逊尼派，双方不存在宗教派别问题，而且塔利班还曾与 ISK 共同对抗美帝，直到3年前，塔利班也成为一条美狗。2021年9月7日，与美帝对抗20年的塔利班发言人公开表示，欢迎美帝参与阿富汗重建。所以阿富汗境内 ISK 的行动目标已从对抗美帝变成了推翻塔利班。ISK 怒斥与美帝达成和平协议的塔利班伪政府，是出卖阿富汗利益的美帝走狗。于是没完没了的恐怖袭击又开始了。所以说阿富汗人民真是全球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塔利班对国家的掌控力远不如伊朗的哈梅内伊政权。虽然不怕婴儿防弹衣和孕妇肉盾的塔利班，也能像伊朗一样大规模的消灭 ISK 成员，但他没有能力精准的斩首和彻底消灭恐怖组织及其首脑。只要这些恐怖组织的首脑没死绝，振臂一呼，就无数傻逼恐粉和炮灰前仆后继蜂拥而至，兼堆积如蛆，在一瞬满血复活。所以说反恐的关键不是消灭傻逼恐粉和炮灰，而是斩首恐怖分子首脑。于是乎，美帝的卫星情报支持与高精度的斩首武器，对塔利班对付 ISK 的反恐工作就至关重要。两害相权择其轻，对中东地区和阿富汗绵延不绝的恐怖组织，美帝虽然骨子里依然认为塔利班是恐怖主义，但和恃恐成性的 ISK 相比，好歹还有点人性这就是美塔打了20年后又联手反恐的原因。现在又是伊朗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了。你是像塔利班一样联手美帝反恐 ISIS 组织呢，还是宁可遭遇恐怖袭击也要继续高举反美的大旗？或者一边联手美帝反恐，一边继续反美？还请伊朗慢慢权衡斟酌。这次针对伊朗的恐怖袭击异常的惨烈，
但真相出来之后，估计再没有脑残敢再说美帝是幕后黑手了。毕竟伊朗可以是美狗，塔利班也可以是美狗，但把美帝记者直播斩首的 ISIS 恐怖流氓组织，能是美狗吗？更重要的是本次伊朗恐怖袭击事件证明美帝从来都不是中东的祸乱之源，而教派冲突、纷争不断的恐怖组织才是。中东地区正是由美帝和以色列的强势文明，才让中东人民有机会享受短暂而宝贵的和平气息。所以说借助本次伊朗恐怖袭击事件而把世界反恐事业推向高潮，才是能使中东乃至全球走向和平的不二法门。那么伊朗接下来的选择就可以见证伊朗政府和人民以及文化与信仰的真正质量。